我很恭喜吴宗宪跟金星两位呢，他们都处于一个双薪家庭，哈，就是夫妻两边都能够有能力赚钱，所以你们是始终都无视于那个夫妻两方当中，如果有一方没有收入的话，要怎么办？不均衡的。然后我相信，在座的这100位小朋友当中，家里的爸爸妈妈有不少人的双亲当中，有一方是没有在工作，没有具体的收入，不是每个月都有钱进账户的。所以这几个人发言的时候是没有把你们的爸爸妈妈的状况想象在其中的。我说我们今天如果为吴宗宪开一集，我就认了。可是这集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尤其是当你说是小钱，可是你买了1万个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小钱了啊。也要有那个体力嘛。我很喜欢家里面双方都有收入这个想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可是很可惜，那不是真实的状态。然后到现在，很多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要双方都有收入了。你若去日本观察一下，日本的结婚的夫妇还是依照社会的惯例，妻子结婚之后，绝大部分就辞掉工作，在家里面待到。就算没有要养小孩，他也要操持家务，不再工作。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态度，没有所谓的对错可言。日本绝对是一个已经现代化的社会，可是却依然有一方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讨论置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完全没有收入的状况于不讨论的范围内，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有极大的漏洞，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听说今天的男神呢是2位没有合作过的男神，我挺期待的，因为我头一次跟他合作。他是我见过娱乐圈少数在现场非常自得其乐。你不觉得他是在应付一个工作或者完成一个任务，他就是很开心。他是那种如果现场停电了，然后说对不起没法继续录了，他也还是会把节目做完的那种，是吧？自嗨的那种。所以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位男神了。啊，好的，我们请他进来吧。来吧。宪哥好，宪哥好，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常看你那个武林大会嘛，对，没有久闻大名，特别期待和你合作。宪哥跟康永哥在台湾合作多吗？我唯一一次在电视上掉眼泪，就是上他的节目。他在跟我讲，他当初在部队里头的时候当兵，然后呢，他就一直在幻想有一天能够听到人家播放他唱的歌。然后他讲到这边的时候，结果就哭了。我有一种宪哥今天还会当场掉泪的预感。对你有没有感觉他想跟我们掏心剖腹？对，如果他不知道我们这节目超没人性的吗？如果我今天在这掉眼泪，那只有一个原因，太热。进场，别闹了。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扛饿大品牌鼓励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我呢是人见人爱的 KK 康永，我是花见花开的 JJ 金星。那我就只能是车见车爆胎的 MM 宝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男神吴宗宪老师。我们的 KTM 你好，还有现场说好不好？你们好，真是见鬼啦！哎呀，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之荣幸，因为这个感觉到这个宝岛台湾的综艺引领我们那么多年，今天两面旗帜终于都插到了我们的现场。你们两位应该也是第一次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被插到一块儿吧？什么叫被插到一块儿啊？两面旗帜嘛，就被插到一块儿，是吧？很有荣幸是请过吴宗宪到我的节目来，当来宾，我也去过他的节目，可是呢，我们始终没有一起合作过。对，因为我们两个要是在一起做节目的话，太贵，没有办法。所以大家知道《奇葩说》是多有钱的一个节目。哎呀，我太厉害了。
关键是这次我们请到这个宪哥特别不容易，对吧？因为前面我们请过陶晶莹，陶晶莹在这个现场呢，特别洒脱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宪哥的故事。然后后来拜托我们说一定要请宪哥来，把相关的事情在现场印证一下。不是他看看到底是陶晶莹在说谎，还是必须要先消毒一下。怎么样？他说的90%都是假的。说的都不是真的，但是真的都没有错。他当时10句里面说了宪哥9句好话，都是真的。我不相信他会说我什么好话。金英说你小三儿特别多。吴宗宪大家都认识吧？他有那么多的小三要养。他不可能的。您说的大陆的明星，台湾的宪哥养小三儿。我没有，好，没有关系。我曾经就讲过这一句话。我告诉你被误解也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It's a part of the game. OK。哇，泰语说的这么好啊！宪哥来了，我们按耐不住的一种兴奋。但其实我们还是迈出去一个话题的。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这儿的边界到底是什么？什么样构成骚扰？康永哥，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你才会认为他在骚扰我？别人对我做什么会在骚扰你啊？不，别人对你做什么都是在骚扰我，这样就可以了吧？对我太好了。别人对我做什么我都不觉得是骚扰。强大，宽容度太大了。他如果做了下流的事情，我就把他归档到下流那边去；他如果做了暴力的事情，我就把他归档到暴力那边去；他如果做的是既不下流也不暴力的事情，我就把他归档到调情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目前所使用到的词汇当中，没有太动用到骚扰这3个字。这是闷骚的典型代表。宪哥，当然了，我不相信有人骚扰过你对。就是万一发生的话，这个界限会是什么样的？它很简单所有人都知道，在台上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但是在私底下，我们可能会看到喜欢的女孩子。你已经看到喜欢的女孩子了？不，我是说你的人生里面。他怎么那么准？他就指向如如。是这样，对。宪哥跟我要过电话。起来说一下，来，没有。我起来说一下，我跟你讲妈，如果我跟你要过电话，那你就是史上第一人。我当时就参加一个主持人大赛，然后宪哥也在，你肯定不记得我了，但是我记得你。然后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明明表现的比我的那个对手好，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导演组为什么好像有黑幕的感觉，就把我给淘汰了。然后我心情就特别的差。然后我就拎着箱子出去的时候，然后宪哥的经纪人出来找我要了电话，但是他说的是，宪哥觉得你不错，所以我要你的电话。想签约你想多了，其实，所以我想说，那是宪哥的经纪人骚扰你。但是我的经纪人是女生呢，不是一个老人，是个老人，是一个爷爷，对。那根本我不认识他，我哪怎么来了一个经纪人？那我真的是被骚扰了。这种情况常发生的，对，因为只是在找话题，要跟如如讲话。我讲真心话，他不太是我的菜，我讲真话。你是他的菜吗？范甜甜啊！我跟潇潇跟宪哥就大概1周之前有录过节目，他就没有问我要电话，说明什么问题？看到美色毫不动摇，绝对是好男人、好汉子。我跟你讲，范甜甜，太好了，你不是宪哥的菜，你是宪哥的菜刀，你知道吗？什么情况啊？哎呦喂！宪哥关于骚扰的界限是台上和台下，对，那一定要分得很清楚的。台下我这是一个宅男，台上你爱怎么样，我都可以陪你来。我们现在就在台上啊，你要跟谁没有尺度的来啊 ？OK 啊，哪一位请把床推出来。咱们就表演打呼。好，金姐的那个标准跟那个康永哥差不多。我没有，我不怕别人骚扰我。所以
但是我跟康永有一点不同哦，康永是什么人他都认为是调情，我只要颜值高的我认为是调情，要丑的话我就是骚扰。哦，哎呀，你这个是歧视啊！对呀，你怎么歧视？不是歧视啊，这得看上眼了吧？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之所以展开这个话题哈。就是因为你们得问我，你们不问我，我怎么把这句话说了啊？议长大人，哎，最近骚扰了谁呀？最近经常被骚扰，真的吗？对，因为在我觉得就是冬天啊，我承受力还好一点，到夏天我受不了。怎么了？就他们都穿的特别节约，就特别简单啊，然后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关键是你简单也就算了，你要穿的好看一点，有范儿，穿的特别好看，你让这个有范儿给你配2套衣服。哎呀，非常感谢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谢谢完有范儿，要谢谢我们另外一位重要的赞助商，就是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抗饿大品牌。谢谢古力多。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他们是分正反方的，他们已经按耐不住了。来，我们看一看辩题。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老公，我好喜欢这个包包，亲爱的，咱家的包都堆成山了，真的要买吗？你是不是不舍得给我花钱？你不爱我了？亲爱的，谈钱伤感情，我的钱不都在你那儿吗？买！自古以来，钱是感情的大忌。英国著名的李雷特婚姻咨询公司调查发现，伴侣之间的吵架拌嘴60%都是因为钱，有50%的离婚案也是因为钱。情比金坚的浪漫故事在电影里一遍遍上演，可回到现实，无数对爱侣被这个问题困扰。伴侣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钱呢？有的人认为伴侣都是我的，他的钱当然也是我的。如果自己的伴侣能在不分主次，物质上不分你我，在敞开心扉的同时也敞开钱包，那才叫爱的纯粹，爱的忘我。那些经济上要求独立的人根本就没把真心交给对方，这样的感情怎能长久？但也有人认为，那些年我们谈的感情把钱都伤透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这样的豪言壮语总感觉是背后一把辛酸泪。两性平等的关键在于两性独立，不能他的人还圈了他的钱，越过粪土谈感情，这样才叫真爱啊！友情诚可贵，亲情价更高，若为爱情故，给我你钱包。小伙伴们，你们说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呢？伴侣的钱不能是咱们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特别有尊严的人。虽然别看我们长得好看，但我们不贪钱呐。我觉得大兵特别适合打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大老爷们儿那大老爷们儿，你就是东北大老爷们儿的样子。大兵应该很容易想到，他就是老爷们儿，我就钱应该就是我老娘们的钱了，他肯定就是讲这个。我说我倒不想给呀，不行啊。秋晨和周学义都不太是真爱流，我估计他们就是钱呐、算账啊，就更经济啊，两个人生活成本更低啊，大概这一些的。我的分工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善于讲冷笑话，以及善于开脑洞，以及讲一些大家都不太懂我在讲什么的东西，所以我需要你们把场子弄得特别特别的热，然后我负责把场子给冷下来。那你为啥要给冷下来呢？为什么要把场面好，我好不容易给整热了，你为什么要给它冷下来呢？我要把大家引向深入的思考。滚！非常好，题目出来了。这个直指人心的一道题目：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好像没有提婚姻啊，生活伴侣，所以还相对比较宽泛啊。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正方说伴侣的钱是我的钱，反方说伴侣钱不是我的钱。红蓝键，请做出自己的立场选择。开始。哇！第二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二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一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100位观众选择的是59比41。那我们请2位团长和宪哥来选择一下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我是站在蓝色的这边，不是我的。我的伴侣的钱，他的就是他的，我甚至是我的也归他。男人嘛，大方一点有什么关系？钱对了，那不对了，钱在赚你的就也归有了嘛。他，那你就是红的那边，那就红的那边。不，是我的，是说伴侣的钱是我的，那我的钱还是我的嘛。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钱是伴侣的，
我自己他的钱还是他的，全给他的，我不要钱。那每天早晨去前台，就是把房间退掉的时候，那个钱是怎么付的？你还开什么房间呢？我是伴侣啊，对不对？伴侣啊，伴侣结账，对，难怪啦，真是哦，明白了。你不要管钱嘛，对，我也。钱呢，你经常是两个人之间呢这个争吵的开端。对，对不对？你不如通通给他去处理。你既然因为我身体都给你了，干嘛在乎那些钱呢？但是宪哥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哈，他不是说吴宗宪的钱是不是伴侣的，他是说你在立场上选择伴侣的钱是伴侣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还是说我们两个不应该分？那我认为是应该要各自分开的，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对，还是男方的。刚才还很大方，这时候反悔了吧？是因为你才反悔的。是的。好，那就是你是反方，不是我的，对吧？对。蔡团长，你选择什么？往常都是跟金星作对，今天跟吴宗宪作对，所以他选了是不是嘛？那我就选是吧。金姐呢？按照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呢，我是站在康永那边的，我和我先生是不分的啊。他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也是他的钱。那我们两个一对啦。但是今天我要站在这个不是我的，我站这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特殊，因为我们家那个德国人是被我调教好了。对吧？他的钱就是我的钱。但是其实我主张还是各分开好一点点。所以你现在钱多了就知道分开好一点。不是，那不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相对要独立点好。对。好，我们场上一共2队选手，按照自由意志分成了红蓝两方，正方是处于劣势一方啊。正方哪位？大兵又是你。好，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的钱呐。我的钱一直是在我媳妇儿手里边，她花我的钱是从来不会告诉我的，即使告诉我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就拦不住她，朋友们啊。那么换句话说，我认为她的钱也是我的钱，给不给我也是我的哟。我就当它是存在银行的一笔定期存款，就算我这辈子花不着，那也是我的钱，因为我乐意。在我们东北啊，一个老爷们能让自己伴侣花自己的钱，那是一种责任，同样也是一种关爱，更是一种光荣。如果一个老娘们儿让她的对象花自己的钱，那也说明她的对象也是一个挺招人稀罕的小白脸子。好了，朋友们，我们找伴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过日子啊。那好了，你不打算过日子，那是什么？那叫扯淡，那叫知道不？那么好，两人过日子需要什么？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需要钱呐。好了，俩人个人过个人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个月我花冒了，我管你借；下个月我还得把这钱还给你，连本带利。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过日子呢？你还是小额贷款呢？其实，纵观各路历史上的各路大哥啊，他们成名之前，很多人其实都是靠过伴侣的帮助。著名的导演李安先生有一段日子过得老苦了，那过得真是有上对没下对啊。媳妇儿见着这种情况之后啊，一点没有犹豫，甚至把嫁妆卖了，去帮助她的老公。后来怎么样？李安大哥成功了，有钱了，当大导演了。那怎么的？现在他敢说他的钱就不是他媳妇儿的钱吗？啊？刚好讲到我学长，我的台艺大的这个戏剧科，我学长，我们学校就出了2个有名的，就关了，一个就李安，一个就是我个人，是，不的，我知道了，下一次我再跟你学习了，很好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啊，伴侣的钱就是你的钱，同样，伴侣的幸福也是你的幸福。最后，我要套用一句既煽情又煽炮的广告词儿，那就是一辈子的钱财我们能分得清，但是一辈子的幸福我们是分不清的。谢谢各位。说的真好的，是吧？
大兵，我就有2个词儿，就是你那个学术词语我没太明白。好，请您就现场的就着这些选手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什么叫大老娘们儿？第二，什么叫小白脸子？咱试举1、2例啊。那个，好的，大老娘们儿。这个金星老师就是大老娘们儿。我来给你找个小白脸啊，小白脸是吗？谁呀啊？翻译出来。哎呀，这个小白脸，他敢说你啊老娘们儿？哎，我是没，我承认，我真是东北老娘们儿。对，其实老娘们在东北来说并不是骂人话，不是贬义的。对，不是贬义的。小白脸呢？对啊，小白脸子你自己合计去呗，就是。好啊，就加深了我们对这2个词语的理解啊，明白了。好，谢谢大兵啊。这个反方谁？雍和。大兵哥，我觉得是典型的直男癌，真的。你总是说我大老爷们儿，我就是愿意给我的大老娘们儿，我都钱都是他的钱。我觉得你一直在为自己想，我觉得我大方，我乐意。你有想过女人的感受吗？你真的不懂女人，女人要的不仅仅是你的大方。女生们你都懂的，我看到你点头了，是不是？坐在前排的。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曾经就为他堕落过。堕落过，堕落过，堕落过。请问是一位老人吗？一位要电话的人。我曾经为了他，就是差点放弃我做主持人的理想，留在他那个城市。那是因为你在他的比赛里面失败了。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但是我总是感觉不到他的爱，我总是觉得他对我若即若离。然后我过生日的那天，说真的，女生们都希望自己过生日，然后自己的男朋友可以送上自己一份礼物，不管那个礼物是什么。然后我就兴冲冲的跑去找他，结果他没有给我买生日礼物，他也没有时间陪我过生日。然后他为了弥补我，他就把他的卡给我，他就说，反正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呐，你就拿这个卡，你随便去商场花，随便刷，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给自己买点东西，你不花超过4位数你就不要回来。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你看现场那些钱串，你看在那掰着，哎呦4位数，哎呦4位数，人民币的4位数是这么算的，个十百千分、毛、块、10块、实体块，对呀。对。然后我就自己为自己买生日礼物，我是一个不买衣服会死。我是一个不买衣服会死的女人，我特别喜欢逛街，但是说真的，那次逛街是我有生以来我觉得最无聊、最绝望的一次逛街。我觉得我自己是个 loser。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但凡是对自己的魅力有自信，觉得自己是足够的独立的、强大的女人，你都应该觉得说，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如果他是真的爱你，他是在意你的话，他会主动为你花钱，而且这样会让你更爽，你才能够体会到他是真正的在意你的，他愿意为你去花时间和精力们，而不是把卡扔给你，这根本都不是真的爱你。你是反方的。对啊。你可以把那数字越搞越低，你。对。我看就算了。好，您快请坐。哎呀，哎呀，怎么剩下30几了？对，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止损模式。我们看看他到底会能到多少。好好的一件事被你讲坏了嘛？如如，你知道吗？和这个比起来，你以前都不叫堕落。这个数字，我现在看到4位数了。对，此刻我觉得我像一个失足少女。对，好吧，这是反方第一位非常堕落的选手。好吧，那你们正方这个人可以不用说了。我还说2句。秋晨，哦耶！如如啊，你真的很让人心疼，大家都很同情你，真的。可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问题在于这个人是他舍得把钱给你，你看他那态度是什么？老子的钱给你花，老子的钱给你花，所以他还是分得清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分什么？他分我的时间和你的时间。我的时间比你金贵，你逛街浪费时间，你逛你的街；
我开我的会，这种惨痛的结局，恰恰是分得清楚的表现啊，各位。而且他说的不是有悖于常识吗？真正大家害怕，那小片里放的害怕的伴侣的钱是我的钱，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另外一方的败家嘛。你真的是个好人，4位数就特别满意了。大部分人啊，对吧？让你花4位数，花出个40位数出来，这吓死人了。40位数啊！我数学也不是特别好，对不对？整个这个现场大概只有吴宗宪有这么多钱。哎，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了：谁的钱花起来最心疼？自己的钱。自己的钱吗？谁的哦钱花起来不心疼？宪哥的钱嘛，对不对？别人的钱嘛，对吧？一般的人呢是怎么对自己的钱的哈？一般的人有钱的像宪哥，他虽然享受归享受，他也会理财的嘛，对不对？会注意增值啊。没钱的人，比方说我爹妈，他们穷得来呢，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比方说呢，我爸曾经呢练上了高级的音响，可他只是个教书匠。大家都知道，单反穷3代，HiFi 毁一生，是吧？如果他这么烧钱下去啊，说不定我哪一天我的研究生的学费就成了我们家里落灰的破音响。如果不是我妈制止他，这一切可能就是真的。可是如果伴侣的钱不是我的钱，我妈有什么立场，有什么理由去制止我爸呢？所以败家的问题不在于钱的归属，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把那个人当做自己人生的伴侣。你把他当成人生的伴侣，你就会心疼你们的钱。如果你把他当成冤大头，当成取款机，你肯定就会玩命的花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伴侣的钱成为你自己的钱，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两个人刚刚确定男女关系的时候，啪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哎，放到一起必须一起花，不可能的。可是伴侣的这个过程和关系哈，是一步一步强化，一步一步确认的。刚开始的时候啊，如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他用心的去买一份礼物给你，花自己的钱，你会觉得他有心啊。如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钱了，你拿我的钱买礼物给我，那算个什么屁啊，对吧？没关系。可是想想，如果那个人跟你真的走了10几年，10几年后，他再拿钱买了一个大钻戒放在你的面前，那时候那个女的地方，你肯定是你疯了吧？花我们家的钱花了多少？什么10万，给老娘退回去，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道理，伴侣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伴侣的钱这样融合到一起，也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收益要共享，风险才能够同担。谢谢。有一角度我觉得有点意见，因为应该是说结婚前后，有一个女生就讲了，生命当中最感动的一枝花，是2个人结婚之后20周年以后送的一枝花。婚前他连一个花都没有，所以他就讲了，结婚前你送我一个花园呢，我都不会感动的。结婚20年后，我还帮你生了2个孩子，结果你送我一朵玫瑰花，比什么都来得珍贵。谁帮你生了2个孩子啊？是的，我的朋友说的，哎，这是我朋友的案例。哎呀，我的朋友有20年了，20年了，20年了。对啊，那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吧？那隐藏的蛮好的，真的。不是，你们不能这样。今天怎么感觉像来上谁来栽赃？你们都是共犯。哇，这导向很厉害嘛，82比18。哇，基本上。微微上这到目前为止都是你的功劳啊，没关系。来吧，第2个 ，OK， 吴天宇，哎，这个好，这个长得诚恳的有机会，长得诚恳，这个有眼光。OK， 我们说点题外话，没有自己的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回想一下，你们小时候，你们想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去找爸妈，一哭2闹3撒娇，妈，我想要台游戏机。给你吧。对，然后家长通常就会是这样的态度。想得美。对，有时候想找他去要点东西的时候，还会被他这样子喷一顿。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我其实是他亲生的孙子，你懂吗？为什么会这么惨？因为你父母的钱，它不是你的钱。你对于自己生活的支配能力，其实是掌握在你父母手中的，你并没有自己的生活。刚刚对方告诉我们说，如果伴侣的钱是我的钱的话，他花起来我就会心疼。对，
但是正因为我会心疼，所以我会去干涉对方怎么样花钱。讲2个例子，一个男生，一个宅男，他上漫展去买了手办和模型回家，他老婆会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老娘每天给你那些玩具抹灰做卫生花了多少时间？他陪你睡还是我陪你睡？你又花钱买这种烂玩意儿，我要干嘛？女生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你去买一件衬衫，回家穿给你老公看，你老公扫了一眼，你也知道直男的品味，他告诉你说，类似的衣服你不都有800多件，你为什么还要买？你看到吗？正是因为对方的钱是我的钱，所以我会去干涉。如果你花是你自己的钱，那你花就花嘛，你爱拿去做慈善给乞丐都好，都不关我事。可正因为那是我们的钱，所以我会强行要求你不要这样做。这种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你又回到了小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寒窗苦读10几载出来赚工资了，你就有自己的生活？不，从天而降一个媳妇儿，你突然间一夜回到解放前，过上了计划经济的日子，你懂吗？喝瓶酒，抽支烟，买件衬衫，你都要给你媳妇儿打报告。过去你找你妈要零花钱，现在你找你媳妇要零花钱。女皇大人，这个月零花钱可不可以多一点儿？难过。OK， 大家发现了没有？你的不爽来自于什么？其实并不来自于你向他要求说你给我点钱吧，被他拒绝，不是。哪怕他批准了，其实你也会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改变。当你因为心疼我们的钱而对对方做出干涉的时候，你在要求什么？你在要求对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在强行剥夺他支配自己生活的一种自由。但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们就应该喜欢他这个人，我们会尊重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会尊重他的兴趣爱好，我们会觉得说你保持你自己这样子是最好的。可是当我说你这笔钱不应该这样花的时候，我是要你干嘛？哦 ，OK， 我们正在配合你念经的节奏，你知道吗？OK， 我是在告诉你，你要放弃你现在生活的方式，做一个我改造后我会喜欢的人。谢谢。啊，哇！你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摇滚明星的那种快感。我刚才说他可能会很有说服力，我现在收回我这句话。他很有说力，你知道吗？来，正方周旋义。哎，这个好，这位应该有机会，长得像是个出家人。作为一个出家人，我非常了解对方的这个立论呢。这个立论是什么呢？就是伴侣之间共同花钱会让人不开心不爽，因为他管着你嘛。我们当年都是因为这个而出家的，你知道吗？哎，这个好，这个好，说得好。所以你要知道，伴侣之间共同花钱，的确他会干涉我，我也会干涉他。可是请问各位啊，伴侣之间共同看电影，共同听音乐，是吧？共同出去逛街，所有这一切，你去逛街的时候你就知道，男人都在那儿坐着打盹儿嘛，女人逛得开心的要死嘛。或者男人路过电玩店，哎呀，我也要试一试。女人在，哎呀，什么玩意儿？伴侣之间做任何的，哎哦对，有一件事啊，其他的事儿，做任何的其他事儿。那件事也一样是吧？哦，你问宪哥，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你继续说，都是成年人，照什么弯子？继续。伴侣之间做大多数的共同的事情，都会有干涉，都会有不爽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他们其实是要告诉你们，不要当伴侣，而不是不要一起花钱。这是一个共同的观点。好，对方的观点是说，两个人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携手相拥。独立的两棵树，而不是藤蔓一样的交织，会更加的完美。我承认呢，两个人独立在一起是更加完美。可是我告诉你3个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很简单，因为当你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共同交集的时候，你们的钱不可能是算得清楚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案例，最简单的伴侣之间最共同用的东西是什么？最经常用的东西是什么？对，有生活。有生活，请问各位，应该男人出钱还是女人出钱？宪哥，你觉得应该男人出钱还是女人出钱？实际上啊，谁方便谁出钱。你干嘛？宪哥的态度是和稀泥。算了，我不给你算清楚。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算清楚的话，我跟你讲，男人出钱，对不对？因为男人在用，男人不服气了，真的是我想用的吗？
所以宪哥的立论不是一个经济学里面的理论，经济学的理论是谁不能承担后果，谁出钱。这也不对啊，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女人喷香水是男人闻的，对不对？女人化妆是男人看的，这所有这些东西到底谁出钱？技术上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如果伴侣钱不是我的钱，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愿意做家务啦。哦，老娘帮你带个孩子，是吧？你说老婆你辛苦了，老娘出去帮人当月嫂，一个月能挣7、8千块钱。美国有一个统计说，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做饭、带孩子、购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支出，如果是这个市场价格来算的话，每年是$74,000平均，40多万呢。老娘在家伺候你，我1分钱没有黄脸婆。老娘出去工作挣40多万，我为什么要伺候你？谁会愿意做家务呢？这是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它一定会导致你的家庭分崩离析。最后，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就是当你疑惑伴侣的钱到底是不是我的钱的时候，你不妨做一个自我的心理测试。这个测试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在心里边有多少当对方是你真正的10乘10的那个伴侣。如果你拿对方当你10乘10的终生不渝的伴侣，我们的钱是共通的；如果你不当，那就不是。如果各位你们相信你们此生有幸能够遇到一个你真正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灵魂伴侣的话，请按下红键支持我方观点。好，如果不信就算了。谢谢各位。哎，好，马薇薇使用奇袭牌。3个问题，李安看电影。第一个问题，李安为什么10几年后对他老婆感恩？因为他知道他花的是他老婆的辛苦钱，而不是我们的钱。如果任何时候都当成我们，哪有什么感恩之心？李安说，当年我在家里做的，我心里当然也很着急，可是我也觉得没关系，我老婆挺能挣钱的，而且我也相信我的才华，我以后一定能够回报。所以这个时候我花我们的钱一点心里都不安。假设李安觉得我花我老婆钱，我花我老婆的钱，我不是个男人，我不是个男人，我不是个男人，我放弃电影，我去打工刷盘子。你觉得现在会有李安吗？软饭要吃的硬气才是真男人。第二个问题，关于的问题，按照你们的标准，我们应该共同去购买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应该建立基金，是吧？如果我们的钱是共同的，那就不需要建立。如果我们两个的要求不一样的时候，听谁的？商量着办喽。好，商量着办，对不对？好，进入电影这个问题了。今天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去看电影，我要看言情片《何以笙箫默》，你要看超人片《绿巨人浩克》，我们两个怎么商量着办？好，其实我们最后商量出来的结果，我们一般都知道，协商的结果就要折中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绿巨人浩克》，我要看《何以笙箫默》，最后我们看了杨幂和黄晓明主演的《何以笙浩克》。你们知道折中带来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叫做谁都不会爽，没了。马薇薇开始自己的奇袭完毕之后的立论。对，我要提醒你们正方，你们有一个奇袭的机会，好像到现在还没有，还留着呢。啊，留着呢，留着呢。他们等着奇袭我呢。好 ，OK。你们有没有发现，人类一旦成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活得非常不爽。他说的是范冰冰和李晨。哇，好，同样，伴侣一定要分你我，才能彼此陪伴。如果我们合为一体，其实是无法陪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刚才我攻辩周旋义的问题一样。我说，如果我们的钱去进行我们的消费，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一起生活。为什么？因为按照修成节约的理论，我们花钱花在刀刃上吗？我们的钱吗？规划的时候会出问题。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们认为我们今年的奢侈品消费应该购买我们4万块钱的包包。
因为它尽管背在我的身上，可是我们的面子都有光，对不对？可是男生那边会想喽，我们今年的花费最该用在刀刃上的是应该购买一台4万块钱的最新款最高配置电脑。虽然是我在用它打游戏，可是你在旁边看会产生我们的愉悦哦。所以很多夫妻矛盾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呀？很多情侣争执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呀？然后他们说，你们可以协商嘛。协商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又满足包又满足电脑呢？我们花4万块钱买40个电脑包。谁也没有想到，很多家庭矛盾就在这样的我们之中产生了割裂。你们老想融为一体，世界上有一种人很不幸，生下来就是融为一体的，叫做连体婴。可是连体婴在医学上很抱歉，叫做畸形儿。我们不会认为连体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会用医学的手段，尽可能的在保障他们生命的同时，把他们怎么样切割开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手脚是无法互相扶持的，我们是背靠背的。我们的身体连体婴是无法互相拥抱的，因为我们的脸永远看向不同的方向。你看似我们血脉交融，可毕竟我们有着2个不同的灵魂。我们能不能在陪伴的同时，给彼此一点空间？当我们不再是我们，我才能够更好的去爱你。谢谢。马薇薇，在第1季当中，我引用你一句话，人家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肋骨，你跟你的肋骨讲空间。讲空间伤感情，讲感情那可伤钱呢。我听完这个马薇薇讲的话之后，我决定把自己转到正方。为什么？我长得就这么丑？不，跟这个不，我真的，你的有些论点呢不太 OK 的，好不好？这个太白马非马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谈论钱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是讨论大钱。小钱这种买什么，这个是小钱嘛？看个电影我配合你，你偶尔配合我，这是小钱，这是彼此配合嘛。你要花大钱的时候，你要考虑我们2个共同的状态嘛，对不对？我们2个现在房租付不出来，你买一个4万块的包干嘛呢？我们住到包里面吗？对吧？我没有那个颜色，要不然全按给我了。我跟你讲，宪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说一个大钱的例子，小钱的确琐碎，不符合宪哥这种目光远大的这种规划。比如说，我们的双方的父母买房子，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了。这个是大钱了吧？因为真的是一笔很大的钱。OK， 好。对宪哥还依然不是。所以宪哥才能每天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好，我们讨论一下，继续。我们讨论一下只有1套房子的人的问题。好，我们就说只有他怎么这么碍眼？转的也是挺快的。好，这个时候我们要买房子，除了我们小2口住的房子，我们只剩下一笔钱。但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住老房子，他们年纪都大了，我们都想给他换个电梯房，对不对？好，这笔钱到底是给我们的妈妈买，还是给我们的妈妈买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给岳父岳母买，还是给公公婆婆买呢？对不对？这是大事儿了吧？一个家庭最大的事儿莫过于此了。好，这个时候你们2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吵架？超级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永远无法通过协商来解决的？好，谁来奇他？
太好了，这个辩论太好看了，两个最讨厌的人现在打起来了。微微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解答得了，对吧？啊，就那么一点钱，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其实他方提出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这钱是谁的，那房子就是谁，其他人完全不用考虑。这个就是你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吗？啊，就这样，还咋样？好，那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钱是谁的，房子就是谁的，其他人没钱的喝西北风，不管你们是不是伴侣，不管你们是不是一家人，钱是我的，房子就是我的，其他人喝西北风，不是这个意思。给的解决方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房子如果是我买的，你可以住在我的房子里，你有使用权，但你请记住，这个房子如果是我买的，那就是我爸妈来住，不是你爸妈来住。这是一个很现代也很残酷的方案，我方是认的。你如果再有多余的钱，你就多买一个给他爸妈住嘛。后来还会再养小三，但是这不重要，现在不是没钱吗？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呢，肯定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不把伴侣的爹娘当自己爹娘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他的伴侣的结合程度是很弱的。你说你看电影啊，买包，无非是讲两个人无论如何的连体婴一般的生活在一起，总有一些钱是要自己去花、自己去决定的，没有问题。可是刚才我方也讲了，有一些总是分不开的。那这种时候，有一些公用的，有一些自己的。那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伴侣不断推进、加深你们感情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你要不断的去推进这个财务方面的共享，还是要尽量的避免财务上面的共享？这个很简单啊，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公共的基金，用于公共的消费，但各自的钱还是各自的钱，这是一个很现代的配置方案。相当于什么呢？很简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朋友吃饭愈发的倾向于 AA 制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跟你朋友 AA 制了之后，等不等于你朋友其他的钱就是你的钱呢？不等于。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建立共同的购房基金，可以建立共同的生活基金，甚至共同的教育基金。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始终有一点钱还是我自己的嘛。对，始终有一点没办法。对，操作层面的问题没有关系。可是你在伴侣1年、2年、3年、4年，慢慢的你们有共同的房子啊，我叫爹妈也叫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接下来又有孩子，还有共同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个过程上面来说，是不是越来越多共有的？这才是我方要讲的，伴侣的钱是我的钱啊！不，秋晨。人生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7件事而已，只要我们把基本的衣食住行核心4大基金建立了之后，其他的个性化生活就可以得到保存。你要知道，社会越现代，其实个性化消费越多，对不对？所以基础消费共同化，个性消费独立化，这才是一个现代家庭的观念。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哈，来吧，甜甜开始。讲了这么多废话，我就问你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你拿着结婚证，我们结了婚的人拿着结婚证和对方的银行卡去银行拿钱，银行给你吗？哦，这是有伴侣的人，我们结婚证了已经规定了，我拿着结婚证和我老公的银行卡给我钱，我伴侣的钱是我的钱，敢不给我呀？给你吧，这叫犯法，这是抢银行。压力啊，我都快吓坏了，我的天，我真吓尿了，刚才就是你擦擦啊，我擦是，不是维维姐那个你特别吓人啊，你刚说着说就是我们俩一块儿花钱，花着花着，我们的肉也在一起，皮也在一起哈，本来还是2个人，最后变成连体婴了，这也太夸张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彼此花钱可能会有共生的关系，但是绝对不是因为钱在一起就没办法彼此独立了。那这样的话，大部分家庭都可以分散了。而且薇薇姐刚才用了特别好的偷换概念，还用那个共同的基金，共同基金不就一块的钱吗？那剩下钱是什么呀？剩下的钱在中国叫做私房钱啊，藏在袜子里面的，对不对？谢谢。哎，干嘛？怎么着？想清楚。你们男人为什么要藏私房钱？不就是不愿意有共同的钱吗？没，我的钱都给你了，我买包烟行不行？虽然不抽烟，对。对，你看到没有？这种会把大家的钱当成大家的钱的人，会逼着男人
连包烟都要存私房钱，发现了没有？我不得不站起来。我跟你讲啊，他们是有共同的一笔钱，是为了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我刚好，所以这个钱是为了要共同的未来。我接着，好不好？对，还有一个有未来的男人，藏着一包私房钱的烟的男人。不，听我讲完。好，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男人呐，特别容易出去养小三？为什么？为什么？你听我讲，因为他在家庭生活里特别的压抑。我们怎么？你没压抑，你压抑不压抑？来，你这么激动，怎么养了？没钱养不了。真的，你说。等一点，我要提醒他们养小三。哎，说我们在外面养小三，那不可能。我们有时候还靠这个赚钱呢。是吧？好了，你们都不是一个概念。咱们中国婚姻当中讲什么呢？最好的家庭维持最好的什么？夫妻是相敬如宾。我给你讲个故事。3年前我在巴黎逛街的时候，我看了一款包，我是包控嘛，这个包百变，这一包以后看完以后还是限量版的。我当时打了个电话，我想买这个包，我自己能不能买？我可以买，不经过他是我自己的，我有这个钱买。但是我觉得花这么一笔钱买一个包，还是要经过一下同意一下。完，我想了半天，我跟汉斯说，我说的这个包可以说投资。完了，哇，你真的会说呀！那是一种催眠。完以后我说你还会增值。如果这个包可以将来给留给女儿，你就说它会长大，你这么说就行了。是。你说这个包现在买来这么大，再过3年它就这么大了。没有，8年后还长出小包。对，我说这个包可以将来要不给女儿，要不就给儿媳妇。那肯定是传家宝了嘛。当时汉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点对我教育特别。他说你需要包吗？家里那么多包，你需要包吗？我说我不需要。他说那好，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别买；如果你特想要的话，你就买。哦，他用英语就说的 ，If you need it, don't buy it. If you want it, go for it. 它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其实我花我自己的钱，我刷我自己的卡，但我还要尊重他，因为我们俩一起过日子。但是他最后那个英文字你还是没讲出来啊。最后你就buy it， 然后不 buy it， 最后一下还要 follow your mind。Follow your mind。OK， 行了，哎，这句是金句啊，这句是金句啊，说真好，真的。你需要别要，你想要，非常想要。哎，你们2位导师都出手了，我要说话了。OK， 好的啊。我很恭喜吴宗宪跟金星2位呢，他们都处于一个双薪家庭，就是夫妻2边都能够有能力赚钱。所以你们是始终都无视于那个夫妻2方当中，如果有一方没有收入的话，要怎么办？不均衡的。然后我相信，在座的这100位小朋友当中，家里的爸爸妈妈有不少人的双亲当中，有一方是没有在工作，没有具体的收入，不是每个月都有钱进账户的。所以这几个人发言的时候是没有把你们的爸爸妈妈的状况想象在其中的。我说我们今天如果为吴宗宪开一集，我就认了。可是这集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尤其是当你说是小钱，可是你买了1万个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小钱了啊，也要有那个体力。我很喜欢家里面双方都有收入这个想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可是很可惜，那不是真实的状态。然后到现在，很多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要双方都有收入了。你若去日本观察一下，日本的结婚的夫妇还是依照社会的惯例，妻子结婚之后，绝大部分就辞掉工作，在家里面待到。就算没有要养小孩，他也要操持家务，不再工作。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态度，没有所谓的对错可言。日本绝对是一个已经现代化的社会，可是却依然有一方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讨论置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完全没有收入的状况于不讨论的范围内，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有极大的漏洞，所以提醒大家一下。来，说的真。陈明。OK， 我只解释一件事，因为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对，所以我们在法律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了。
就是在法律上，夫妻两个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的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对，在离婚的时候，如果要大家进行分割的话，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呢，不是说你挣的是你的，我挣的是我的，而是一人一半。只有当那份钱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分它的时候才会一人一半。共同花着我们的钱，创造我们的未来，我们也许会失去对方刚才所说的一点点的自由的代价，收获的是那份真正的大爱的幸福。好，谢谢。吴天宇。夫妻共同财产是因为法律上面从第三方介入的时候，因为你们家长里短扯不清，所以我要说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但是我们在婚姻状态中，我不可以认定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懂啊？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有商有量，可以互相协商，甚至我可以为你花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可以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你觉得你的钱反正本来都是我的钱了，那我爱怎么花你的钱就怎么花你的钱的时候，你失去了对伴侣的感恩。一段没有感恩的爱情是走不长的，就这么简单。哇，最后这一句深刻的刻在我心里。来，姜思达。哎呀，让本名媛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伴侣的钱。刚才金星老师站在反方的立场上，告诉大家说，我想买一个包的时候，我的伴侣会指点我说这个包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不该买，恰恰是对您方薇薇姐的自由的观点最大的消解。什么意思？你们在区分自己和对方的钱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很大的自由的限制。谁让你们是伴侣，对不对？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总该有点共同的妥协。这个妥协不见得就是不开心的，这个妥协并不代表说我的自由就一定是被散发出去的，反而因为我们俩共同形成的快乐，获得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道辩题讨论的是什么？是我现在没钱的时候，我的伴侣艾丽，我在向他，我这个月没钱吃饭的时候，我说艾丽哥哥，能不能给我点钱的时候，我的心里应不应该有愧疚之情？是我在问他要钱的时候，要不要想着我下个月还他？是他应该想着下个月的时候，应不应该再向我要那笔钱？考虑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好，我们辩论阶段就做这样了哈。我们请两位团长和宪哥来表达他们各自的立场。虽然宪哥中间叛变了我又回来了，但没关系啊，那没关系。我们先请宪哥说吧。可以。你还坚持你最初的选择吗？我觉得我现在跑到正方了。所谓的这个在不在意对方的钱是不是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他成为你的伴侣，甚至是你的终身伴侣。如果是他是你的未来的话，没有钱的考虑的，我们就是一家子人。这个叫什么呢？各有所长，而且很可能是什么？你别以为都是男人会赚钱哦，可能是女人会赚钱。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你要互相是一个包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站在正方的这个。好，我们听听金姐。咱们今天做这个奇葩说，是现在才做的，为什么5年前没有奇葩说呀？10年前没有奇葩说，不能谈这个观点呢？在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这不是个问题，但现在社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问题。说得好。很多女人，如果你觉得依赖于对方的钱就是我的钱的话，是个很危险的想法。现在的婚姻法都保护不了你的一辈子的生活，你以为对方钱能保证你吗？不可能。如果你爱那个人，他觉得他钱全属于你的，那是你的额外的补偿，你中奖了。那我祝贺你，你中奖了。但是不是的时候呢，给自己留条后路。尤其现代的女性，我觉得自己独立能挣点钱吧，不要100%就这个男人就是钱就是我的，这个是很幼稚、很危险。我只想说你。好，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把所有道德路全都堵死了。然后这时候你的发言会直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道德的位置上。您开始吧。我在你这儿什么时候是道德过了啊？有一句大家都听烂了的话，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什么意思啊？就是时间是比金钱宝贵。Time is money. Follow your mind. 请问大家，就是两个人成为伴侣在一起，什么东西花掉了是可以回来的？是金钱吗？什么东西花掉是不会再回来的？是时间。所以大家在争论说，我们两个金钱要不要分开来算，或者混在一起算的时候，我倒不是站在一个
抽象的高度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太麻烦了啊！就是时间比金钱珍贵很多，可是你要想，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谁花谁的时间多？他感冒发烧，你彻夜不眠照顾他，帮他把汗擦干，让他烧退掉。你花了8小时，害你第2天上班的时候头昏脑胀，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你要拿出账簿来计算，说我为你花了8小时吗？然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伴侣陪你聊天，讲电话讲了3个钟头，他要拿账簿出来记下我花了3小时吗？这3小时跟8小时本来就是我们人类拿出去工作可以再换成钱的。所以如果连在金钱这么粗糙的准则上我们都想分，那在时间这么宝贵的标准上我们怎么分呢？所以成为伴侣要算这个事情是算不来的，是技术上做不到的，是技术上硬要做到了，伴侣的关系就会消失不见的。所以我只能够说，当我们在挣扎于要不要算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做更珍贵的事情，是你们当下最在意的是什么？如果当下最在意的是金钱，两个人就好好拿这个时间去赚钱，而不是在分彼此。如果当下最在意的是彼此的陪伴，就拿这个时间来好好陪伴彼此，而不要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听不懂今天的反方所说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彼此独立的空间，是靠着金钱这个准则来作为我们的防线，不可能的。金钱是最好处理的一道防线，所以处理好金钱的防线，处理不好别的防线的。两个人成为伴侣之后，最在意的是我为你付出的心力，你不要去算，因为你算不出来。你为我付出的心力，我也不敢算，因为我也算不出来，这才叫做伴侣。今天康永哥说话有漏洞的，有漏洞的。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有钱是最容易解决的，恰恰在我们中国人的婚姻解当中，钱是永远是问题的矛盾的导火索。我想说的呢，谈到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我的和不是我的，我们应该上升到一个观念上的。我赞成结婚以后两个人钱放到一起，但是这个钱不是我的，永远在脑子里绷一根弦。你别觉得我花这个钱是理所当然。你钱可以放在一起，具象的可以分，但是我永远觉得我花每一分钱是我要珍惜，我为什么花这笔钱？我不能乱花这笔钱，花这笔钱我带着一种感恩或者尊重去花这笔钱，概念上脑子里永远一个不是我的，这个日子就好过了。不是具象的，这个钱怎么分？这个是我们觉得我方要最后坚持的。钱可以放在一起，意识永远告诉你自己，这是他的钱，那是我的钱，但是我要尊重这个钱。你听这话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的，因为时间会说明一切 ，Time will tell。而且，你好了没啊？你。好吧，是这样嘛？来，我们现场的观众，如果你们现在还能保持一定的清醒的话，如果你们还能分清楚手边的剑到底是蓝色还是红色的话，请做出最后的选择。在我们做出红蓝剑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场上脑子确实都有点晕。这个，我们一会儿给宪哥倒一杯，这个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雅哈。好，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另外一个赞助商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另外还要感谢吃了就变豆的豆，谢谢豆。你们要知道，我给你们的回报是最大的，因为我是马。你这个赞助商。钱赶紧给我倒到碗里来。好，谢谢。来，我们看一看本场结果。哇哦，正方获得11票，正方获胜。一辈子的钱财我们能分得清，但是一辈子的幸福我们是分不清的。收益要共享，风险才能够承担。当你们生活有那么多的共同交集的时候，你们的钱不可能是算得清楚的。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总是在输的这一方里面去选择一个人去接受导演组残酷无情的惩罚，但是我们觉得这实在是太无聊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分呢？所以我们决定他们3个一起接受惩罚。
哎呀，不要让我们的评委做出这么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一位男神，2位团长，还是要在正方3位当中选出1位，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抗饿基金送出的大奖，由古力多燕麦牛奶送出的抗饿基金大奖。谁呢？我们选出的是今天最有范儿的选手。好，3位当中选择谁呢？周旋逸、秋晨和大兵，请选择一个。先请蔡团长说说为什么是他。他今天发动了一个很勇敢的奇袭，我觉得奇袭那个人太可怕了，所以他完成了这个工作，我很佩服他。为什么是他？我觉得挺牛的呀。他唯独敢跟那个我们男神叫板的。宪哥为什么是他？速度太快了，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就变成有道理了，你知道吗？你还在考虑这过了是吧？有道理，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他的组织架构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有范儿的组织架构。对，速度太好。好，来，请亮出题板，我看看。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来，请亮出题板，我看看。秋晨和玄逸，2比1，秋晨获得本场抗饿基金麻将一副，一张麻将牌，真的。谢谢。哦，非常感谢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第一次跟宪哥合作，今天领略到了这宪哥的功力，每句话每个点都极其的准确，而且不多不少。也许有人认为我适合参加辩论节目，可是大概比较少人会想到吴宗宪在一个辩论节目当中会这么有神采。一开始啊，就是说我可能还是有点绑手绑脚，但是到后面就慢慢的，就好像跟好朋友在聊天一样。所以这个节目，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是很棒的一个节目。